张耀扬1963年7月20日出生于香港，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从小便生活拮据。1973年，年仅10岁的小张耀扬便因车祸导致失忆，学习能力直线下降。中学毕业后便辍学打工，期间做过水泥工、搬运工、贸易公司职员等工作。1982年，19岁的张耀扬因身材高大健硕，被朋友推荐成为全职广告模特，为健康食品和运动品牌拍摄广告。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电影中的硬汉形象奠定了基础。1986年，导演林岭东筹备电影《龙虎风云》，从众多模特照片中一眼相中张耀扬，邀请他出演个表面正义、实则阴险的反派乔警官，与周润发合作，正式开启演员生涯。拍摄期间，周润发第一次见到他就热情拥抱，惊叹怎么会有这么靓仔、身材还这么劲的男仔。当时的周润发并没想到这个青涩新人日后会成为自己的荧幕一生之敌。《龙虎风云》票房大获成功，林岭东趁热推出《风云3部曲》续作《监狱风云》，张耀扬继续饰演反派杀手熊，与周润发、梁家辉合作。片中一场暴打周润发的戏份，让观众直恨得牙痒痒，甚至有老太太在街上追着他骂，就是他暴打的发哥。为摆脱观众入戏太深的困扰，他不得不从家里搬出来独自居住。那年他才24岁。1988年，他在《学校风云》中饰演黑帮头目潇洒哥，一个嚣张跋扈、心狠手辣的古惑仔大佬。他通过欺凌学生、威胁教师等暴行，将校园变成黑帮势力的延伸。这个角色成为全片最出彩的地方。多年后，张耀扬也表示，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和人物。这部影片是林岭东《风云3部曲》的收官之作。拍摄期间，林岭东为追求真实，要求张耀扬再凶狠些。结果他在长官李丽蕊的戏中不慎将其打昏，片场更因动作戏过于激烈，导致多名演员受伤。然而当时这部戏因太过于暴力的写实风格，被电检局大幅删减36分钟，直接弱化了影片和角色的完整性。导演林岭东因此心灰意冷，转向拍摄文艺片，张耀扬的戏路也随之改变。1989年，他在电影《伴我闯天涯》中饰演军火贩洪志恒的手下打手炮哥，为报恩对洪志恒死心塌地，最终在追杀周润发饰演的警察猫哥时葬身火海。这是他与周润发的第5次合作，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同框。1991年，新艺城影业解体后，他辗转与周星驰合作《逃学威龙》，饰演军火走私集团头目大飞。片中标志性的花衬衫造型和军火商事崩溃，成为除主角外的笑点担当。不久后，他还在与刘德华主演的《花英雄》中饰演与傲慢自负、处处与刘德华饰演的阿华作对的警队精英张扬。同期，他还与张学友、黎明合作科幻动作片《妖兽都市》，饰演妖兽首领袁大宗的儿子鬼仲道。他野心勃勃，企图统治人类世界，与父亲和平共处的理念背道而驰。拍摄期间，徐克亲自指导部分场景，影片在欲望、暴力、科幻猎奇等方面远超当时的主流商业片。1992年，他与张曼玉2度合作文艺片《白玫瑰》，饰演外表凶狠却内心渴望温情的黑帮老大罗伊。他既会为讨好张曼玉饰演的保险经纪钱小姐笨拙学习做猪扒饭，又因江湖恩怨无法金盆洗手。张耀扬以细腻演技将角色的暴力与柔情无缝切换，尤其与张曼玉的对手戏中，从你什么时候见过张曼玉配张耀扬的戏谑对白，到临终前不舍的眼神，颠覆了观众对他恶人的刻板印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年后的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力荐张耀扬饰演她的丈夫，虽然被王家卫剪得只剩下背影，却也为这段荧幕缘分画上了宿命式的句号。1996年，33岁的张耀扬迎来事业巅峰，在《古惑仔之手遮天》中饰演嚣张跋扈的乌鸦哥，以癫狂暴力的表演塑造了港片史上最嚣张的黑帮形象。虽然一场掀桌子和砸关公像的戏份成为影片看点，但他也因此噩梦连连，为此专门去关帝庙烧香赎罪。这个角色让他红遍亚洲，甚至被观众忘记本名，只记得乌鸦哥。漫画原作者牛老爷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东星耀阳。1997年，他又在《古惑仔之战无不胜》中饰演反派雷耀阳，因为雷耀阳与张耀扬只有1字之差，被圈内人调侃，这次连名字都搭进去，成为影片趣谈。这个角色一改前作《只手遮天》中乌鸦的癫狂暴力，塑造了一个西装革履、痴迷莫扎特音乐的文化人反派，一边听着交响乐将对手推下楼，一边用耳机遥控黑帮选举，将残忍与智谋结合得令人毛骨悚然。
1998年，他在漫改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再次突破反派形象，饰演少林高僧释武尊。这部影片以4155万港元成为香港年度票房冠军。张耀扬的戏份虽然有限，但他仍通过沉稳的演技，将这位守护无双城的得道高僧塑造的极具反差魅力。2000年，杜琪峰拍摄电影《枪火》，他在片中饰演沉默寡言的保镖 Mike。拍摄时，杜琪峰坚持无剧本即兴创作，19天急速完成拍摄。这个角色也助他获得第5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男配角，被评委盛赞以无台词表演撑起银河印象的暴力美学。同年，他继续在《古惑仔之胜者为王》中饰演日本山田组核心成员草一郎，表面谦恭有礼，却暗藏野心。因不满养父草一一雄将组织交予山鸡而策划叛乱。影片作为系列终结篇，政治隐喻浓厚。张耀扬的出演被系列粉丝调侃为死了又死，仍敬业上岗。不久后，他又在黑色幽默黑帮片《江湖告急》中饰演暗恋黑帮老大任英九的同性恋保镖阿鱼，这个角色让他提名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戏中的表白戏因梁家辉笑场 NG 多次，最终呈现的尴尬氛围反而成就了反类型喜剧的神来之笔。2003年，在现象级电影《无间道2》中，张耀扬饰演倪永孝的保镖兼警方卧底罗继贤，全程无一句台词，从低头抽烟的漠然，到执行杀人命令时的干脆利落，再到身份暴露时不甘的眼神，每个细节都传递出卧底的挣扎与宿命感。2006年，他在电影《放逐》中饰演憨厚幽默的神枪手阿猫，与吴镇宇、黄秋生即兴碰撞出很多经典桥段。影片拍摄历时9个月，从头到尾都没有完整剧本，这也是他退出银河印象前的最后一部作品。2008年，45岁的张耀扬因拍摄动作戏导致脊椎严重受伤，椎间盘脱出，疼痛感甚至让他产生自杀念头，也因此不得不淡出演艺圈。2014年7月2日。51岁的他因涉嫌吸毒被警方拘留20天，事业至此跌入谷底。此后，他低调转行，在澳门赌场担任公关，并结识小25岁的女友淼淼，两人在相恋多年后终于结婚。生活中的张耀扬性格与荧幕形象截然相反，他内向安静，在香港大埔买下农场种菜养花，过着隐居生活。他还热心公益。2019年，曾与莫少聪、张敏前往青海玉树援助贫困地区，忍受高原反应，亲自搬运物资，低调行善。2025年1月，62岁的他罕见亮相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一头白发幽默，自称白哥哥，重现经典掀桌动作，引发观众共鸣，与老友李子雄互动，笑翻全场。张耀扬的人生是从《古惑仔》的乌鸦哥到《枪火》的金紫荆奖男配角，用80%的反派角色铸就香港影坛恶人专业户的传奇，却在巅峰时因伤病与涉毒坠入深渊。他最终在澳门赌场公关与慈善活动中寻得救赎，以农场归隐和跨龄爱情为人生落款，将荧幕的癫狂与现实的静默淬炼成一场悲心交集的江湖告别。